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， 今天是马赛轻松一日游，一起来感受这个自由散漫、丰富多彩的南法城市。从蒙彼利埃出发，乘坐 TGV 高速列车1个多小时到马赛，马赛火车站转乘地铁去老港。车门还没关好，车子就启动了，我俩觉得很有意思。这就是马赛风格吗？是一个什么节日？好多人都在做那个装扮。是吗？地铁出来，满眼的涂鸦，地上也有点脏乱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那不勒斯。这是一群法国童军吗？他们看起来16、17岁的样子，装备着木杖、绳索、睡袋和帐篷。这明显的不是简单的户外运动，至少是数天的野外营地或徒步活动。后来在巴黎地铁也见到这样的童军，很有些感慨，欧洲社会的户外教育、身体、纪律、协作仍被认真对待，这在今天的很多国家已经是稀缺事物了吧。去老港之前，先乘坐公交车到马赛的最高点守护圣母圣殿。它坐落在山顶上，教堂顶部的金色圣母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到达山顶正是正午时分，是俯瞰马赛全景的最美时刻。老港、红屋顶、未来海岸一览无余。圣维克多修道院外观看起来像个城堡，我没有进去看，因为我已经被前方的老港景色所吸引。20年前，我曾经来过马赛一日游，那时候还是依靠 Lonely Planet 做导游的年代。当时马赛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，此刻我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。远处的山脉，中间高耸的城堡，近处的海港，层次分明，汽车在其间奔跑，使得静态的老港充满活力。周六，马赛港口市集热闹非凡，海鲜、奶酪、面包、水果、蔬菜汇聚在此。这个摊位为何这么受欢迎？
原来是章鱼三明治，10欧元一个。我们也跟风买了2个尝尝。Allez chérie, bonjour. Bonjour. Two. Oui. Comment dis-tu en anglais? 这法国女人说自己会说英语，虽然听不太懂法语，但她很酷的装束、开朗的样子很吸引人。摊位颜色鲜艳，搭配流行歌曲，又是好吃的章鱼，我好像明白它为什么受欢迎了。看着很不错的章鱼三明治，吃起来其实口感一般，偏咸偏硬，不太鲜嫩多汁。也许这就是马赛口味。这个镂空的金属网状建筑是欧洲及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一部分。在尼姆那期视频中，我曾经感慨法国人喜欢玩对比，这里再次得到印证。这个极具现代风格的金属外观设计与周围的古老建筑形成鲜明对比。我认为能够代表马赛气质和内核的就是这里了。从拉巴涅到朱利安大道这一片区域是马赛最古老的街区，这里狭窄的巷子犹如迷宫，层层叠叠，很多建筑古老但不算精致，加上马赛的城市基因就是不规矩、不精英，使得自由表达成为合法情绪。这里的涂鸦已经不局限于地铁口看到的简单的喷绘，而是进化成为城市视觉语言艺术，是欧洲插画加漫画街头文化的融合。比如这幅有成熟的角色设定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整体颜色统一，没有乱用荧光色，肯定出自长期创作的艺术家之手。允许自由表达，也吸引了更多艺术家来这里进行创作。久而久之，好的作品覆盖了乱糟糟的涂鸦，被保留下来。我相信还会持续有新的作品诞生，也会有作品消亡，迭代更新，不断变化，正是这个天然艺术博物馆的魅力。涂鸦像之中还藏着一个350多岁的漂亮古朴老建筑。老救济院由设计凡尔赛宫的建筑大师皮埃尔·普吉设计，在下午的暖阳里呈金色，走廊里漂亮的影调令人看了着迷。黄昏的阳光洒在马赛火车站前高高的台阶上，人们的影子像跳动的音符，台阶也似乎有了音乐生命力。晚上乘火车回蒙彼利埃，马赛一日印象深刻，老港景色、涂鸦艺术值得再次品味，我们还会再来。